他在海边捡到了一块神奇的手表，转动指针就可以让时间倒流。他的人生从小就像开挂一般，手表帮他完成了很多后悔遗憾的事情。为了早上能多睡5分钟，他会把时间倒回去几个小时。考试得了不及格，就把时间倒回去重新考得更好一点。然而使用这块手表也会有副作用，时光倒流的同时会加速本人的衰老，倒流的时间越多，他的时间过得就越快。惠子比同龄人看起来要成熟很多，妈妈带她去看医生，却查不出任何问题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惠子选择把手表藏了起来。她下定决心再也不借用手表的力量。长大后，惠子成了一名主播，妈妈在家里经营着一家美发店，爸爸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哥哥一心想要成为网红，一家人的生活平淡却很幸福。然而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打破了这一切，爸爸因为车祸被送进医院，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。惠子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于是想到那块可以让时间倒流的手表。时隔多年，他再次转动指针，心里祈祷着时间能够倒退。一觉醒来，惠子竟真的回到了爸爸去世前。여보，나 갔다 올게。 아빠!惠子想要阻止爸爸出门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他在出租车后面追着不停呼喊，可爸爸却没有听见，继续往前开，最后与一辆大货车相撞。惠子只好再次转动手表，让时间重新回到爸爸出事前。然而这一次他依旧没能阻止爸爸，他尝试了无数次都没有成功，因为跑得太快，他也摔倒了无数次。为了挽回爸爸的生命，惠子反复让时间倒流。这次他看到路边的自行车，于是决定骑车去追赶爸爸。眼看马上就要追上，可路口突然出现的汽车却将他撞倒在地。惠子顾不得身体的疼痛，继续不断尝试，只要躲过去这辆汽车就有机会阻止爸爸。可继续尝试了无数次，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妈妈和哥哥也从家里跑了出来。惠子不甘心就这么放弃，她开始寻求躲避汽车的方法。하나, 둘, 셋. 하나, 둘, 셋. 하나, 둘. 하나, 둘, 셋. 通过不断努力，惠子终于成功躲了过去。他朝着爸爸的出租车狂奔而去。此时爸爸也从后视镜看到了女儿，他缓缓松开油门，将速度慢了下来。惠子超过去，直接摔倒在出租车前，爸爸被吓得猛打方向盘，最后出租车撞到墙上停了下来。惠子成功改变历史，挽回了父亲的生命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发现爸爸还活着，只是一条腿好像受伤了。他惊魂未定地讲述着刚刚发生的事，可全家人却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这时惠子无意间看向一旁的镜子，发現他竟然变成了一个比父母年纪还要大的老人。他知道这是使用时光倒流的副作用。家人问他叫什么，多大了。 이름이 뭐예요? 김혜자. 나이는요? 25살이잖아! 惠子无法接受一下子变老，她想用手表让自己再次回到过去，但是手表却像坏了一样没了反应。她来到钟表店询问是否可以修好，老板说这款手表早就停产了，因为没有配件，所以很难维修。她又换了几家钟表店，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。回到家，惠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。虽然挽回了爸爸的生命，可自己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25岁的她瞬间成了一名七旬老太，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。于是惠子给自己化好妆，换上了最漂亮的衣服。她在桌子上给父母留下一封遗书，然后来到天台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扔掉可以倒退时间的手表，翻越栏杆时鞋子不小心掉了下去，不偏不倚砸在一个喝醉的男人头上。对方告诉她从这里跳下去不会死，反而会摔成瘫痪，成为家人的负担。 거기서 떨어져도 안 죽는다고요. 그냥 골반이 나가든 척추가 나가든 평생 누워 계실 거고. 他劝惠子要好好活下去。惠子不想成为父母的累赘，于是隔天他简单收拾行李，决定离家出走。他来到长途客运站，却不知该去哪里。这时两个好心人主动和他搭讪，他们对惠子嘘寒问暖，还一起到餐馆吃了饭。可当他起身喝水时，两个好心人却突然消失，惠子的行李和钱包也一起不翼而飞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上了骗子。惠子来到警局报案，警察让他留下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有消息了就会通知他。可惠子不想让家里知道他的行踪，于是趁警察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。因为身上没有钱，他想去坐公交被拒之门外，想坐出租车也没人愿意载他一程。就在惠子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叫住了他。 어머니, 어디 가시게요? 저 돈 없어요. 아이고, 저도 돈 없어요. 어디 가시냐고요? 바다.
타세요. 모셔다 드릴게요. 司机说惠子很像他已故的母亲，母亲去世前曾不小心走失，几个月后在福利院找到了她，母亲变得骨瘦如柴，精神也很不好，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去世了。他很后悔当时没有好好照顾母亲，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遗憾。惠子在车上不知不觉睡着了，等他醒来却发现来到了警局。原来司机担心他不小心走丢，于是便把他送了过来。 길을 잃은 게 아니에요. 아이 아저씨, 아이 치랑이 오빠, 아이. 最后惠子被警察送回了家，她向父母道歉，不该离家出走，让他们担心。父母脸上尽显无奈和悲伤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惠子决定适应这副老年人的躯体，她开始主动给家人做饭，给凌晨出车的爸爸准备热水和鸡蛋，帮妈妈在美发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因为眼睛老花，惠子把沐浴露当成了洗发水。爸爸带她去配眼镜，见爸爸满脸愁容，惠子以为他是因为自己戴眼镜不好看，于是安慰爸爸说戴眼镜也很漂亮。 아빠 내가 낯설지. 나도 내가 낯설어. 아침에 거울 볼 때마다 깜짝깜짝 놀라고. 이렇게 될 줄 알았으면 아빠한테도 잘할 거. 근데 받아들이기로 했어. 惠子说她找回了最珍贵的东西，如果再给她同样的选择，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去挽回爸爸的生命。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，惠子住进了公益疗养院。她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跟其他老人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这天，她发现自己扔掉的神奇手表竟戴在一位中风老人的手上，而且手表已经被修好了。惠子认为转动手表就可以回到过去，使她不由分说抢了起来。中风老人大声呼喊着救命，周围老人也都朝他们投来诧异的目光。最后院长赶到拉开了惠子，大家觉得惠子精神不正常，不愿让她继续待在疗养院。院长带老人们来到海边郊游，郊游结束，惠子就要离开。惠子帮中风老人盖好毛毯，老人看着她却神情复杂，他吃力地将手表取下递给了惠子，结果一不小心手表掉在了地上，表盘后面刻着2个英文字母，正是惠子和爱人俊和的名字。惠子瞬间感到天旋地转，一段尘封的记忆迅速浮现在眼前。原来她并非是从25岁衰老成了75岁，而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做的一场梦。她把儿子儿媳当成了爸爸妈妈，拯救出车祸的父亲是她幻想出来的记忆。当惠子说自己穿越时空救回爸爸，家人就知道她的病情又恶化了。可为了不让她受到刺激，大家只好配合她继续演戏。惠子再次醒来，发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儿子和儿媳守在病床前。어머니. 惠子幻想出来的手表是真实存在的，那是她年轻时送给丈夫的定情信物。他们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丈夫是一名报社的记者，因为写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被警察抓走了。她来到警局探望丈夫，发现丈夫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任何不当言论都会引来杀身之祸。不久，惠子就收到丈夫在狱中自杀的消息。她来到警局收拾丈夫的遗物，却发现送给丈夫的手表不见了。她质问手表去哪儿了，结果却看到手表竟戴在警察的手上。惠子想要夺回手表，却被众人拦住。如今这名警察已经到了垂暮之年，他认出了惠子，于是把手表还给了她。丈夫死后，惠子和儿子相依为命。然而一场车祸却让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儿子捡球时被汽车撞断了一条腿，只能依靠假肢生活。原本以为妈妈会对他更加疼爱，可惠子却对儿子十分严厉，从来不去扶摔倒的儿子。邻居看不下去，想要搀扶，却被惠子大声制止。 혼자 일어나는 것도 못하면 앞으로 어떻게 살래? 일어나. 儿子的童年没有妈妈的关心，留给他的只有那一次次冰冷的背影。儿子一度认为妈妈是嫌弃自己。 내가 싫지. 엄만 내가 귀찮지. 안 먹으면 치운다. 엄만 내가 확 죽었으면 좋겠지. 엄만 내가 불쌍하지도 않아? 불쌍히 밥 먹여줘? 돈 줘? 그럼 불쌍하다 해줄게. 다 먹고 설거지해놔. 儿子对妈妈心生怨恨，如今妈妈得了老年痴呆，他偶尔会到疗养院看望惠子。为了帮惠子训练记忆，儿子会陪着她一起玩拼图，可惠子却怎么也拼不好。 여기 넣으시면 되잖아, 여기. 아니, 이걸 여기다 넣으면 되잖아요. 아, 왜? 儿子见状不耐烦地起身离开。这天疗养院打来电话说惠子不见了，儿子急忙来到疗养院寻找，最后在后山发现了扫雪的妈妈。 뭐 하시는 거예요, 지금? 눈 쓸어요. 눈이 오잖아요. 우리 아들이 다리가 불편해서 학교 가야 되는데 눈이 오면 미끄러워서.
儿子想起了小时候每次下雪，家门口的雪都会被打扫干净，他一直以为是邻居好心帮忙打扫的，现在看来是妈妈悄悄清理的。他为对妈妈的误解感到惭愧，妈妈之所以对他严格，是为了让他长大能够独立生活。 아들은 몰라요, 그거. 몰라도 돼요. 우리 아들만 안 미끄러지면 돼요. 儿子脱下外套披在惠子身上，他后悔没能早点知道真相。 추우실 텐데. 이제 그만 쓰셔도 돼. 아니에요. 눈이 계속 오잖아요. 아드님, 한 번도 안 넘어졌대요. 此时的惠子已经忘记儿子的模样，她帮儿子擦去脸上的泪。护理人员将惠子带回疗养院。这时妻子赶到，她问丈夫为什么哭了。 평생 내 앞에 눈을 쓸어준 게 엄마였어. 此后，儿子对妈妈不再怨恨，他想带妈妈回他们小时候的家，那里有他们一家三口美好的回忆。 如果有一天，心失去了远方，摘朵花瓣做翅膀，迎着风飞扬。如果有一天，动了忧伤，想着它就会